位朋友，大家好！在上一期的影片中，我替大家整理了第3装甲的装甲特色，还没看过的朋友可以去找来看一下。这一期我想就继续接着说艾克斯的第4套装甲——第4装甲，也有人称之为武力装甲。同样因为莱特博士没有为此套装甲进行命名，因此第4装甲这个名称也是艾利亚为了方便研究而暂时取的。而武力装甲这个名称，目前比较主流的看法，大概率是来自于读音的误传，细节我就不多做说明。总之老话一句，名称的部分大家就依自己习惯叫得顺就好。我们直接进入今天的主题。第4装甲在 PSSS 洛克人 S4 首次登场。S4 也是 S 系列在32位元主机世代的首款作品，而后第4装甲也在洛克人 S5 中以复刻版的方式现身，并且在手游洛克人 S Dive 上再次出现。第4装甲主要是根据前2代装甲，也就是第2及第3装甲的使用记录，加以改良并进化而成的战斗装甲。它改善了第3装甲只重视个别性能强化的缺点，将各部分机能依对战记录进行优化，让装甲功能更符合实战需求。同时，第4装甲是洛克人 S 的装甲中被研究的最详尽的一套装甲，也是目前最广为人知的一套装甲。毕竟洛克人 S4 版本众多，流传度非常广，说它是系列作巅峰也不为过。也因此，在洛克人 S5 中，艾利亚就透过自己的研究成果，成功复刻了第4装甲。只不过这套复刻版的第4装甲与 S4 相比，是一套机能不完整的装甲，以至于在 S5 中只能当做一套稍微优于塑身形态的前期通关装甲来使用。另外也说一下 ，S5 的装甲是采装甲程式制，因此 S5 的装甲是要所有配件都取得，才可以还原成整套装甲。本期影片主要就是要带大家回顾一下各代第4装甲的配件机能及装甲特性，比较一下这套装甲在跨代之间到底有哪些不同。首先，先来谈 S4 第4装甲的足部配件，其功能为空中浮游与空中冲刺。空中冲刺我就不多说，这是 S2 第2装甲就拥有的功能。第4装甲算是直接沿用了此项机能。由于在前几次战斗中，发现让艾克斯在空中停留更长的时间，会比起单纯增加空中的机动力更有实战价值，因此在脚部配件上加入了空中滞留的性能。这项能力可以让艾克斯躲避攻击，或是在空中暂留时顺势射杀敌人。然而，尽管能够长时间在空中静止停留，但如果在空中暂留时，使用方向键进行前后移动，浮游的时间就会缩短，艾克斯便会提早落地。而 X5 的复刻版第4装甲足部配件，基本上也与 X4 的原始版大致相同。玩家若在使用空中浮游时乱动，也是会提早从空中落下，应用时机点也与前作差不多，这边就不多做赘述。而拥有第4装甲所有性能的救急装甲，基本上也可以使用空中浮游与空中冲刺，并拥有第4装甲的所有特色性能。有兴趣的就请去看我之前整理过的全系列救急装甲相关影片，本期就专心讲第4装甲，不岔题去谈救急装甲的部分，顶多只会简单提一下。接着讲 S4 第4装甲的头部配件，它的功能是特殊武器0耗能，这是将艾克斯的武器可变系统加以强化，让特殊武器在一般射击时不会消耗能源。简单说就是可以无限发射一般特务，这个强化在当时可说是堪比金手指般的存在，直接让玩家爽用特务。但若是使用机器版特务，就还是会消耗武器能源，这点就要特别注意。然后在 S5 中，由于艾利亚还原的复刻版第4装甲并不完全，这个性能就没有完全被重现，只能达到特殊武器耗能减少的效果，与原版相比，效能上可说是大打折扣。再来继续讲 S4 第4装甲的身体配件，除了跟过往一样可以提高基础防御力外，第4装甲的身体配件最重要的一项功能就是星星冲击，或称天星级。由于前作第3装甲的防护盾被证实在实用性上很有限，因此将装甲改良方向再改回受到冲击会变成攻击能源的设计，并且舍弃2代异兆爆破，把那种能源爆散出去的扩散射击，改为将能源集中在装甲主体上的冲撞攻击，让艾克斯可以在能源集满后，以无敌之姿往前方冲撞，同时产生高强度的冲撞威力。在获得第4装甲的身体配件后，星星冲击就会出现在特务选单中，玩家可以直接看到其武器能源残量。它的使用方式并不是像一般特殊武器可以直接使用，它是要靠受伤将能源累积到全满时，按下特定按键来发动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 X4 中，星星冲击的能源是可以靠生命能源、武器能源及武器副能源槽补充。若是使用救急装甲，便可以无限发动星星冲击来屌虐所有敌人。
只是说在 X5中，复刻版的第4装甲就没有行星冲击的功能，其中的身体配件也只能略微增加艾克斯的防御力，但有还是比没有好。然后就是第4装甲重点配件——手部配件。在 S4中，游戏提供了2个手部配件给玩家选择，一个是储存式集气飞弹，另一个则是电浆式集气飞弹。首先，玩家若选择装备储存式集气飞弹的手部配件，艾克斯的手部配件会以白色呈现，俗称白手铠。这项功能算是多少沿用了先前双重集气飞弹的待机特性，让飞弹射击可以储存起来并待机，同时也考虑攻击性能的最佳化。装备后，艾克斯可以一次储存4发的集气射击，且4发集气射击可以一口气全部发射，或找适当时机分开击射。但由于它的操作上不太直觉，选择使用白手铠的玩家，老实说并不普遍。它的应用比较是 X4 高阶玩家进行 speed run 闯关时，用来跑出最短速度用的，是一个非常挑战自我的手部配件。另一个就是普通玩家最常使用的电浆式集气飞弹，包括我选择电浆式集气飞弹，艾克斯的手部配件会以黑色呈现，又称黑手铠。这项功能完全舍弃了双重集气飞弹的概念，并且在考量增加攻击性能后，将能源聚集在一发大型电浆炮弹上。装备后，艾克斯的集气射击会变成一发威力强且体积大的电浆弹。电浆弹在击中敌人时，还会在原地留下一颗电浆球，并持续给接触到的敌人带来伤害。电浆球的伤害虽然不大，但对于清除画面上的杂鱼可说是非常有用。然后会使用电浆式集气飞弹的装甲也不只有第4装甲，像是救急装甲、白色救急装甲、最终救急装甲等都有此功能。只是说不同代数中可残留的电浆球上限数量都不太一样。例如在 S4中的第4装甲可以达到最多3颗电浆球，但在 X5中的第4装甲就只剩1颗。在此我就不进行各代列举比较，仅举一些例子让大家了解就好。此外，不论是白手铠或是黑手铠，都可以进行特武集气射击。4代的特武集气我就不细说，按惯例展示一下即可。个人是觉得4代集气特武大多时候并不是当作主力攻击，且会消耗能源，加上一般特武取得头部配件后可以吃到饱，因此集不集气在通关上并不是太关键。整体来说，4代集气特武主要还是呈现一种观赏性十足、实用性还好的一种状态。而 S5的复刻版第4装甲手部配件强制配上白手铠，但主要攻击形态会是弱化的电浆式集气飞弹。飞弹的体积虽然没变，但击中敌人后残留的电浆球则被削减至1个，同时也无法穿透墙壁，但就初期而言还是相当实用。更重要的是 ，X5的第4装甲手部配件是除了救急装甲外唯2可以使用集气特武的装甲。X5的集气特武基本上不是不好用，就是好用的集气特武弹数少得可怜。我这边还是按照惯例展示一下 S5的集气特武，但就不细说。然后有一点比较需要特别提醒的是，假设玩家一开始选用杰洛，那复刻版的第4装甲就会因为剧情关系产生损坏，导致之后无法使用。此时艾克斯就会只剩下救急装甲可以使用集气特武。所以如果有玩家连救急装甲都没去拿，很可能一直玩到破关都不知道本作的集气特武长怎样。综上所述，虽然整个看下来 S5 复刻版第4装甲性能较差，但 S5 在游戏设计上有追加强化配件系统，这让玩家可以透过强化配件系统增强角色性能。因此复刻版第4装甲也是可以借此获得一些性能上的增强，提升其在游戏后期的实用性。但因为本集不是要谈强化配件系统，因此就点到为止。这个系统大概就是角色在装备各部位对应配件后，使其获得集气、冲刺、速度、防御、连射、省能等强化，并在取得与搭配上还需要进行一些策略安排，才能发挥最大效果。这就等以后有机会再开一期来说了。最后就来谈一下 X-Dive 的第4装甲。在此款游戏中的装甲无法拆成各部件一一说明，因此我就直接进入装甲的特色介绍。X-Dive 中的第4装甲全名为第4装甲艾克斯，它是在猎鹰装甲后才推出的 S 级角色，因此曾经一度被误以为官方要放弃释出第4装甲。然后讲个题外话，因为第4装甲推出的时序比较后面，所以在 X-Dive 中它的实际强度其实是胜过救急装甲艾克斯，这点也让许多忠于原作认知的粉丝相当难以接受。毫不讲废话，直接进入主动技介绍。首先，Dive 版的第4装甲的第一个主动技挪用了4代白色手部配件的功能，也就是储存式集气射击。达到最大集气时，可以分别进行4段式的集气射击。玩家可以像原作一样进行待机式射击，一发一发慢慢射。当然，也可以一次将4发能源弹连续打完。解锁 DNA 后，能源弹也具备贯通与穿透效果，还原度相当高。
此外，解锁星等并插入强化卡后，还可以使用全弹发射，让玩家可以一次自动击出4发能源弹。射出时，能源弹会是一整排，画面上看起来颇有《快打旋风2》魔改版后的味道。S-Type 版的第4装甲的另一个主动技就是星星冲击，在这里称之天星级。这也是挪用 S4第4装甲的大招，这是一招朝前方冲撞的攻击招式。发动时，艾克斯会呈现无敌状态，并可以对路径上的所有敌人造成巨大伤害。强化后可以延长无敌时间，让玩家可以大胆冲撞，直到在一进游戏后能源就是满的状态，可以直接使用。使用后能源会随时间经过或是受到攻击时重新填满。解锁 DNA 后发动天星级可获得护盾，受到伤害时能源填充也会增多。插入强化卡则可以再加速能源回复或减少能源消耗，让天星级冷却时间可以再缩短，或是玩家也可以选择牺牲能源回复速度，并强化天星级的攻击威力。同样，第4装甲艾克斯也是一个以手炮为主的角色，搭配手炮类武器可以获得额外的攻击加成。其他被动技部分大多为威力及防御相关的提升，可依照关卡进程及需求来进行解锁。最后也说一下，这套装甲在 S-Type 中是没有空中浮游的能力，玩家只能在角色选择画面中看到第4装甲在空中漂浮的样子。进游戏后就是走系统预设的跳跃模式。然后知道第4装甲的奇异飞弹一开始就直接预设了白手凯的储存式机器飞弹，因此也无法在 S-Type 中看到第4装甲使用黑手凯的电浆式机器飞弹。好了，以上就是关于洛克人 S 系列第4装甲完整回顾，记得按赞按订阅，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